为什么沉睡了2000年的造物主在被人类唤醒后会当场暴怒？很多人在看完这段后都没能弄明白其各种原因。然而在电影的加长版中，导演则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当休眠舱中的工程师被大卫成功唤醒，没想到他醒来的第一件事竟然也如同人类一样开始剧烈呕吐。可富豪维兰德并不打算等待巨人恢复，立马指示大卫询问获得永生的办法。然而巨人并没有回答他，反而质问众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一心求成的维兰德立马让大卫翻译，谁知这时一旁的二翠却抢着提出问题。他询问巨人为什么要制造黑水对付人类。I need to know why. What did we do wrong? Why do you hate us? 可随后大卫还是替维兰德说出了他的目的，然而巨人却十分不解。于是维兰德便说出了他自己一生的功绩，他认为自己造出了可以永生不死的仿生人，而他则理应同样获得永生。We are creators. We are gods. And gods never die. 维兰德的狂妄自大彻底惹怒了工程师，毕竟就连他们巨人也无法做到长生不老。于是下一秒他就突然暴怒，当场拧断了大卫的脖子。随后又重重地砸向了维兰德，一旁的小卡拉咪还想开枪反击，结果巨人一个抬手便送他领了盒饭。只有二翠见状不妙，立马识相的转身逃跑，没想到巨人也并没有追赶过去，而是直接启动了飞船的驾驶舱，打算继续执行他们沉睡之前未完成的任务，将黑水带往地球，从而毁灭整个人类。然而谁也没想到，一飞船的黑水既能够消灭整颗星球，而一小杯的黑水却也能孕育出一批崭新的生命。就在数亿年前的蛮荒大地，那时的地球还没有诞生出任何生命，然而一艘外星飞船却提前降临了地球。很快飞船里走出一群身披长袍的外星巨人，而为首的巨人则手捧一个刻满了图案的金属盒子。当他满脸复杂的目送同伴缓缓离去，随后便脱去长袍，打开了那个神秘的金属盒子，只见一杯剧毒黑水正在盒子内不停溶解腐败。谁知下一秒巨人拿起黑水便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结果不出意外，病毒很快就蔓延全身，下一秒巨人的身体就开始了急速分解，最后他支撑不住，一头栽进了湍急的水流当中。随着巨人的身体慢慢溶解，而这时他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只见时过境迁，岁月荏苒，外星人的 DNA 渐渐在地球上生根发芽。他们先是在海洋中由单细胞生物变成鱼类，接着鱼类爬上陆地变成蜥蜴，再进化成恐龙，随后再由恐龙进化成人类，并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生物多样性的地球。然而人类起源的真相却始终无人知晓。直到2089年的这一天，考古夫妇大壮和二翠意外在一处古老的洞穴中发现了一幅35000年的壁画。只见所有人和动物都在虔诚地膜拜一个身高数米的巨人，而巨人的手则指向一个未知的星系，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久后，二翠他们又在其他的远古遗址内发现了同样的壁画，仿佛是巨人在邀请人类前去那里寻找他们。于是2093年，早已实现了星际旅行的人类便驾驶着一艘名为普罗米斯修的太空飞船，载着17名科学家踏上了寻找人类起源的星际航行，而异形宇宙的开端也由此展开。经过2年03个月的光速飞行，最终飞船顺利到达了他们的目标星系，而掌管着整艘飞船的维克斯则第一个被自动唤醒。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仿生人大卫便立马唤醒了所有沉睡中的船员。只不过第一次经历休眠的二翠显然还不太适应，在足足吐了3大碗后，她才渐渐的缓过劲来。丈夫大壮则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们距离自己寻找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经过远程扫描，他们果然在一颗行星的卫星上发现了可以维系生命的生态环境。大壮将这颗星球命名为 LV223号，而他们一直寻找的远古巨人则很有可能就来自这里。于是在经过2人的简单说明后，众人便立马整装待发，开始进入这颗星球的大气层中。但刚开始，生态专家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虽然这里的大气成分和地球上的极为相似，然而二氧化碳的含量却超过了3%，也就是说，这里的空气质量就如同汽车排出的尾气一样致命，只要待上2分钟就可以当场毙命。于是不出所料，当飞船穿过云层，众人就发现这里果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Nobody's home. 就在所有人失望之余，谁知下一秒大壮却突然看到了什么。只见一排规则的圆顶建筑赫然屹立在直线尽头，看来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了。很快，飞船就在圆顶建筑的附近平稳着陆，而考古夫妻立马迫不及待地组织科研人员前往一探究竟。没想到在空中看似渺小的建筑，当车队驶近后才发现竟如此巨大，硕大的古堡犹如一座座高山一样直插云霄。随后当一行人来到遗迹脚下，就发现古堡的入口平整光滑，人为堆砌的墙面则明显说明这里曾经有过生命存在。然而古堡内部却漆黑一片，似乎外星人并不需要任何照明系统。地质学家立即拿出探测器开始绘制古堡的内部结构，而飞船上则实时显示出遗迹的3维投影。谁知当众人继续深入古堡，结果就发现了更加奇怪的一幕。这时大壮发现这里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已经降到最低，甚至比地球上的还要干净。显然这座古堡的设计就是为了改造有毒的空气成分。随后他不顾众人的劝阻，便直接摘下了面罩。果然只要来到了外星，就连这里的空气都是香甜的。
只不过他们探索了半天，却始终在古堡的通道内徘徊，直到仿生人大卫发现了一块奇怪的面板。没想到在他的一顿胡乱操作下，通道内突然出现了一段诡异的虚拟光影。只见一声惨叫过后，一群身材高大的巨人影像突然朝着众人冲来，仿佛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二翠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古堡内几千年前的录像，于是立马拉着众人追了上去。却不料巨人们在进入一扇肛门后就消失不见，而一名落单的巨人则不幸被下落的肛门斩去了头颅。当众人反应过来，一具风干了上千年的巨人尸体就果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随后仿生人大卫成功打开了肛门，只见一只巨大的人头雕像赫然摆放在大厅中央，而大厅内摆满了成千上万个大小各异的圆柱铁罐。然而众人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的闯入改变了这里的环境，不仅墙上的壁画开始飞快的氧化，就连地上的铁罐也开始渗出奇怪的黑色液体。与此同时，一股威力十足的沙尘暴突然朝着遗迹袭来，眼看风暴来势汹汹，船长立马通知所有队员即刻返回。于是二翠急忙打包了那颗巨人的头颅，随后便带领众人快速撤离。然而大卫却趁着其他人不注意，悄悄将一只铁罐带了出来。这么精彩的视频，怎么能缺少零食的陪伴呢？偷偷告诉你们个秘密，美团有一波福利，现在不只点外卖可用，吃喝玩乐都能用美团神券，膨胀还能省更多，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点击左下角或上美团搜惊喜神券，2元就能买到30元优惠券包，一单就回本，数量有限，大家赶紧冲！没想到死去了2000年的外星头颅竟能被再次唤醒。只见科学家将电枪插入巨人的后脑，随后注入电流。原来他们打算通过电流的刺激，从而让巨人的大脑误以为自己还活着。果然，伴随着电流的不断加大，巨人的头颅渐渐出现了生理反应，紧接着就睁开了沉睡了1000年的双眼。所有人都瞬间为之震惊。谁知下一秒，巨人的脸上就突然露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伴随着黑色液体的不断流出，阵阵恶臭也随之扩散开来。预感不妙的二翠立马将头颅送进了密封舱中，并快速冷冻，但还是为时已晚。只见下一秒头颅爆炸。虽然复活实验失败，但巨人残留的组织依然含有研究价值。二翠立即取出一份样本和人类的基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就震惊地发现，两者的基因竟然完全匹配。也就是说，这些巨人果然就是人类的造物主。然而这一发现还没能广而告之，另一边的大卫却打开了那个要命的铁罐。只见铁罐内装着的竟然只是几瓶被粘液包裹的黑水。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一瓶，随后倒出一滴，便不停地上下打量。为了验证黑水的功效，他故意找上了大壮，接着便以庆祝重大发现为由，将那滴黑水悄悄融进了酒水当中，而毫无防备的大壮则直接一饮而尽。随后大壮回到房间，和二翠度过了不可描述的一晚。然而另外2名掉队的小伙伴就没那么幸运了，两人误打误撞的在遗迹内发现了大量的巨人尸体。只见他们成堆的聚集在肛门入口，似乎正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只不过从现场的惨状看来，显然这些人最终并没能躲过死亡的威胁。懵逼的两人顿时吓得一脸懵逼，立马慌张的逃离了现场。却不料下一秒他们又回到了那个存放铁罐的房间，而此时铁罐内的黑水已经流淌得满地都是。紧接着一只白色生物就从水中冒出头来。很显然，这些怪物就是之前爬进黑水里的蠕虫演变而成。谁知生物学家卧龙反而变得更加兴奋起来，毕竟这里的每一只物种都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存在。于是他伸出右手就想抓住对方，结果下一秒那怪物就一口咬了上去，紧接着又缠住了他的整个手臂。卧龙瞬间慌了，他急忙抬起手臂想挣脱开来，岂料那怪物的力量竟然大得出奇。同伴凤雏急忙掏出匕首，一刀切断了怪物，却不料那怪物喷出的血液竟然含有强烈的腐蚀性，结果凤雏的头盔被瞬间溶解，当场就倒地饮恨西北。而那怪物被砍的头部竟也瞬间重生，紧接着就钻进了卧龙的防护服中，下一秒也送他领了盒饭。很快船长就通过监控发现2人遭遇不测，于是第2天他们便集体出动前去古堡寻找走失的同伴。结果当他们再次来到存放铁罐的房间，就发现卧龙早已窒息身亡，而凤雏的尸体却不知所踪。谁知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一旁的大壮却突然发病。原来大卫给他喝下的黑水此时已经蔓延全身，预感大事不妙，众人立马带着大壮返回飞船。然而与此同时，仿生人大卫却独自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只见这里堆满了数不清的黑水罐头。如果这些罐头被同时打开，那估计整个星球上的生物都将会毁灭殆尽。随后大卫又熟练地打开了另一个房间的大门，这回映入眼帘的却是4套巨人的太空盔甲。接着他走进房间内部，只见圆形的高台上4具外星休眠舱赫然在列。随后他来到一个操作台前，没想到在他随意拨弄后，竟又意外打开了巨人留下的最后一段录像。只见操作台前的巨人在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后，就瞬间打开了一张宇宙坐标图。没想到早在几万年前，巨人们就已经掌握了星际旅行的科技水平，而大卫也终于明白过来，原来2000年前巨人们本想将那些黑水带往地球，从而毁灭他们亲手创造
造出来的人类，却不料古堡里突发意外，导致他们所有人全军覆没，而飞船也从此停留在原地。就在这时，影像突然结束，大卫恍惚地看向影像消失的方向，结果却在休眠舱里发现了一个还依然活着的巨人。看来一切谜底都即将揭晓。而另一边，大壮的变异已经病入膏肓，眼看再不进行治疗，他随时都有可能暴毙而亡。然而当他们赶到飞船，维克斯却手举火焰喷射器将大壮拦在了门外，因为他知道如果感染扩散，那整艘飞船上的人都会彻底拜拜。而大壮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于是毅然而然地让维克斯直接动手。尽管一旁的二翠不停阻拦，但最终维克斯还是成全了对方。失去爱人的二翠瞬间悲痛欲绝，然而当她再次醒来，却又从大卫的口中得知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本无法生育的她竟怀上了大壮的孩子，而且仪器显示胎儿已经有3个月之大。二翠立马意识到这个胎儿并不正常，但大卫却直接将她迷晕，随后便打算将她放入休眠舱冷冻，等回到地球后再进行研究。却不料二翠也早就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就当2名看守准备将她带入休眠舱时，二翠突然原地暴起打晕了2人，随后便立马来到了医疗舱，打算给自己来一次剖腹手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肚中的一定不是人类的孩子。他快速地给自己打上1剂麻药，随后便爬进了价值上亿的万能医疗舱中。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马便操作机器开始了剖腹手术。只见伴随着麻药喷洒而出，腹中的胎儿也似乎感应到了威胁，开始不断地蠕动起来。紧接着激光刀划过腹部，1到30米的创口就赫然塞满屏幕。女人顿时疼得撕心裂肺，但下一秒她腹中的胎儿也终于浮出了水面。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团长着4只触手的怪物。眼看怪物开始发了疯的不停挣扎，二翠立马将伤口缝合，随后便极度嫌弃地逃出了医疗舱，并启动了冷冻按钮。当看到怪物被彻底冻僵，他这才放心的快速离去。然而另一边，一场更可怕的危机即将降临飞船。只见早已凉凉的凤雏竟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趴在飞船门口。结果当船长反应过来，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只见凤雏突然原地直立起来，下一秒就酷斥一拳送走了1名船员。What the hell's going on down there? 紧接着变异的凤雏就开始了疯狂杀戮。然而普通的武器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眨眼间，数名船员就当场领了盒饭。船长见状不妙，立马端着火焰喷射器亲自出马。果然在大火的焚烧下，凤雏被彻底烧成了灰烬，终于死得不能再死了。另一边，二翠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一个秘密的房间，而在这里，他竟意外看到了赞助他们此行的幕后老板维兰德。原来他并没有死，而是一直在飞船中休眠至今，直到不久前大卫发现了还活着的巨人，维兰德这才选择苏醒，并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原来他的确已经时日无多。自从他相信了二翠的人类造物主理论后，他便希望找到巨人，从而来让他长生不老。但二翠表示自己错了，巨人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We must leave. 然而维兰德已经无所顾忌，他反而追问二翠，如果大壮还活着，他会放任活生生的造物主不管而选择逃离这里吗？眼看自己的伤疤被再次揭开，痛定思痛的二翠也已经无力反驳。于是为了完成大壮一直以来的梦想，他也决定跟随维兰德几人一同前往。当一行人来到巨人的飞船内部，大卫就立马轻车熟路地启动了操作面板，唤醒了还在沉睡中的巨人。然而不出意外，意外很快就要发生了。当休眠舱中的工程师被大卫成功唤醒，没想到他醒来的第一件事竟然也如同人类一样开始剧烈呕吐。可富豪维兰德并不打算等待巨人恢复，立马指示大卫询问获得永生的办法。然而巨人并没有回答他，反而质问众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一心求成的维兰德立马让大卫翻译，谁知这时一旁的二翠却抢着提出问题。他询问巨人为什么要制造黑水对付人类。 I need to know why. What did we do wrong? Why do you hate us? 可随后大卫还是替维兰德说出了他的目的，然而巨人却十分不解。于是维兰德便说出了他自己一生的功绩，他认为自己造出了可以永生不死的仿生人，而他则理应同样获得永生。We are creators. We are gods. And gods never die. 维兰德的狂妄自大彻底惹怒了工程师，毕竟就连他们巨人也无法做到长生不老。于是下一秒他就突然暴怒，当场拧断了大卫的脖子，随后又重重地砸向了维兰德。一旁的小卡拉咪还想开枪反击，结果巨人一个抬手便送他领了盒饭。只有二翠见状不妙，立马识相地转身逃跑。没想到巨人也并没有追赶过去，而是直接启动了飞船的驾驶舱，打算继续执行他们沉睡之前未完成的任务，将黑水带往地球，从而毁灭整个人类。而奄奄一息的维兰德也终于明白，到头来他终究也只不过是徒劳一场。眼看工程师的飞船就要启动升空，二翠
然而就在他们走后不久，被三叶怪结合后的巨人也突然开始了剧烈抽搐，紧接着下一秒，一只人形怪物便破体而出，而它就是传说中所有异形怪物的鼻祖迪肯。